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你是不是也曾憧憬过早起的生活？比如早起2个小时，先去晨跑，然后再冲一个澡，最后买杯咖啡，神清气爽地去公司。这种场景我已经幻想过好多次了。但真实的情况是，虽然设定了早起的闹钟，但一起来就感到疲倦，想着多睡1秒钟也好，结果就是坚持几天就放弃了。那种罪恶感真的很讨厌，感觉整天都被浪费了。你是否也有相同的经历呢？今天我要介绍的这本书《清晨独处的第一时光》将改变你的人生，非常适合这些无法早起的朋友们。作者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，通过清晨的学习，成功通过了美国司法考试，成为了一名律师，还在 YouTube 上分享早起的诀窍，总点击量超过1000万次，订阅者超过20万，真的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早晨的时间真的很重要，有改变人生的力量。实际上，全球许多著名的成功人士都有早起的习惯。看完这个视频后，你也会了解到早起的好处和做法，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么，让我们愉快的学习吧。记得订阅频道。首先，早晨是你能够掌握的时间，这是我们首要探讨的话题。你或许会想，晚上可以做的事情，早晨不也可以吗？但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那你可就错了。事实上，全球许多成功人士都积极参与早晨活动。比如，苹果公司的 CEO 蒂姆·库克每天早上3点45分起床，用1个小时检查邮件，接着在健身房锻炼1个小时，边喝咖啡边着手工作。亚马逊创始人杰夫·贝索斯也是早睡早起，确保每晚有足够的8小时睡眠。早晨会读报、喝咖啡、晨跑等等。当你还在熟睡的时候，这些成功人士早已开始了他们的一天。这种差距在一天内可能不明显，但在1年、10年的积累下，它会变得相当惊人。那么，为什么成功人士把早起当成例行公事呢？因为早晨的时光不容易受到干扰，你能够完全掌控自己的时间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。清晨是你能够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去做你想做的事情，是人生的黄金时间。早晨是你能够充分利用的时段，在还没有人活跃的时候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步调自由支配时间。通过这样做，你就能够在自己的节奏中自由地使用时间。另外，清晨还有另一个好处，就是你的身体和大脑已经得到充分休息之后的状态，这样你会比晚上更有活力。所以，即便你晚上下班后想挤出时间，或者确实有时间，但却总是感到精力不足，一天的工作可能让你感到疲惫不堪，这种情况下效率也会很低。但如果是在清晨，你会感到精力充沛，所以这么做会增加你的动力，使你更积极主动。而且，如果你在早晨完成了任务，晚上也会更轻松，心理状态也更好。你有没有感受到早上完成了一天的任务，整天心情都非常好的体验呢？确实如此。早晨对一天来说，几乎可以说是决定了整个人生。当然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，就是不能勉强自己，一开始就过于激进，容易失败。对于那些追求完美的人来说，要告诉你一个坚持的方法：早起的开始不需要每天都进行，最初每周3次也是可以的，而且不一定非要在凌晨4点30分起床，早30分钟或者1小时也是可以的。根据自己的生活节奏来尝试。重要的是从自己喜欢的事情开始，不要一开始就为了达到目标而早起，而是首先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比如，听喜欢的音乐，和宠物玩耍，读想看的书，或者做任何你喜欢的事情，让心情放松。只要让心情平静，一天的充实感就会爆棚，工作学习效率也会提高。你现在的生活不应该是被时间追赶，而是应该追求掌控时间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接下来是第2点，关于每天早上4点半起床的方法。听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早起是有好处的，但是如何保持这种意愿呢？我们这些容易动摇的人该怎么办呢？遗憾的是，并没有像你期待的那种超级神奇的方法。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在早上4点半闹钟响起的瞬间开始倒数5秒，在这5秒内把闹钟关掉，揉揉眼睛，然后立刻起床，仅此而已。大多数人
可能在早上闹钟响起的瞬间，脑海中会有一些矛盾的想法，比如明明很困，但又觉得如果现在起床，到了下午会更困，再睡5分钟吧，反正还不到时间。或者想着如果晚上做这些事情也可以，各种各样的借口会无限涌出。为了不给自己留下思考的时间，就在5秒内停掉闹钟，起床。这就是规则化的关键点。早晨不需要考虑太多，只需停掉闹钟并起床，这就是窍门。当然，如果有时感觉很困，起不来的时候，积极的思考也是很重要的。我也在用这个方法。早上醒来的瞬间，我会说出我能行，我会努力的，这样强制自己的心态保持积极，激发斗志，个人感觉效果非常好，所以推荐你也试试。另外，要成功的养成早起的习惯，首先得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，不能只睡4小时，要确保每晚7到8小时的充足睡眠。反过来规划早睡时间，如果要在早上4点半起床，那就在晚上9点半左右上床睡觉，然后早上闹钟响起后5秒内起床，直接去洗漱刷牙。如果能做到这些，你就合格了。最后，对自己进行积极的评价，积极的暗示，尽量多夸奖自己。即使你觉得不行，5秒起不来，我理解这种感觉。实际上，其中的原因是在清晨能否起床的人，确实比起不来床的人更容易成功。就是你早起的目的是否明确。早起成功的人，能够确切地感受到早晨这段宝贵时间带来的好处，以及个人的积极变化。相反，不喜欢早起的人，可能对早起所带来的好处感受不到，觉得多睡一会儿更好。这就是人类有趣的地方。人在行动时只会追求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，购物时也是这样。只有购买的商品能够为自己提供服务，或商品的价值大于其价格时，才会购买。换句话说，早起是有明确好处的，而你需要在自己的内心中设定这个目标。请尝试将这个目标写在纸上，设定明确的目标。当你能够设定明确的目标时，你就能够想象到为自己的未来等待着什么，然后你绝对也能在5秒内起床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第3点，关于黎明时光的度过方式。关于黎明时光，实际上应该做些什么，当然因人而异。但我在阅读这本书时，发现有3个建议是我强烈推荐的。首先是运动，早上做运动，即使本来就已经感到疲劳，不想做运动，我理解这种心情，但实际上尝试一下，你会发现效果很好。睡醒后做运动，即使动作再剧烈，也不容易感到疲劳。相反的，身体会感觉更轻盈，之后的注意力也会提高，而且对于减肥也是有效果的。根据对成年人1854个人的睡眠时间和饮食摄入的研究结果表明，早起型的人比晚上型的人在上午10点之前摄取的卡路里要多4%，并且倾向于不在夜晚摄取脂肪等，因此患肥胖的风险较低。当然，并不是说每天都要充满动力的去运动，稍微在公园里散一下步，或者做一些简单的瑜伽锻炼，都是可以的。而且在轻松出汗后洗个晨间淋浴，真的非常舒服。作者说，他已经早起超过10年了。过去在公司时，早上5点就起床，考虑业务效率提升等事宜。从2019年6月开始做 YouTube 后，他的作息时间变成了早上3点起床，每天用2小时制作 YouTube 视频。但是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年后，身体出了问题，被救护车送往医院。从那时起，他每天早上4点到4点半起床，早起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没有任何困难。回顾过去，他认为自己能够坚持早起有2个原因：一是有明确的目标，他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，要在职场中创造出年薪1000万的成绩，这是他行动的动力源泉。另一方面，他的 YouTube 频道在半年内就吸引了5万订阅者，这也成为他坚持早起的原因之一。一定要实现的目标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，而我每天早晨都会口头表达自己坚定要实现的目标，甚至在刚醒来的瞬间就在脑海中形象化，似乎为新的一天注入了勇气和动力。希望每一个你们也能有清晨的誓言，都能成为实现目标的起点。感谢你们观看这个视频。
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